大家好，天气降温后呢，种植的重心通常就开始往前院走，小黑，后院则是种植长天期或是可以反复采收的作物为主哦，而这位置本来则是用来育苗只是嘎嘎的出现呢，幼犬很喜欢到处乱挖而隔壁小黑呢也来凑一脚因此育苗的方式就做了一些改变与改善。由于发现狗也跟着往前院移动了，后院场地呢就可以用零散的时间进行调整。由于土壤被狗刨得到处都是啦，就顺道将这种植草合并与降低地势较高的后院呢，没有淹水的问题3块砖块的高度呢是比较理想的菜床高度了。额外好处是拔草时呢，可以直接充当小板凳。在说明如何提高育苗效率前呢，先来观看一下此处的2株灯笼果黄金梅天气降温后呢，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由于灯笼果结果时间气温不能过高，日前在比较阴凉的位置呢，也种了好几棵但是发现呢，解决了气温的问题灯笼果却很需要日照了，这是当初所没设想到的。反正种植经验就是累积来的。而由于灯笼果也可以采用扦插的方式理论上呢，直接剪下这已经要进入结果期的枝条呢，进行扦插应该会更快进入结果期扦插的时候建议选择中段比较粗的枝条在疏松的土壤与阴凉处会更有保湿效果这也算是一种提高种植效率的方法。接续就来前院选个阴凉处育苗哪我都知道在阴凉处睡觉监工了，人当然也要学着不要那么辛苦辛苦的果实呢，老实说没有比较好吃万一又遇到爱吃不吃的就是汗都白流了。以前在后院育苗完才挖起，用容器装到前院移植时呢，总会因为苗太多而堆叠在一起现在改用在花盆里进行撒种要移植时就可以现挖现种也会更容易调节时间花盆里的土壤不需要太多约3到5公分就够了，这样搬运时呢也会比较轻松由于天气降温后可以种的作物比较多先将准备好的种子分配到花盆里但由于很多作物，比如十字花科类、莴苣类呢，在幼苗时实在长得太像了，懒得特别记录，或是怕因为搬动而搞混了所以呢，准备了标签纸，直接贴在花盆明显的位置就可以同时一次进行育苗。撒种的一般原则呢，就是种子越大颗，覆土要越深若担心种子很小，撒种不均匀就可以撒种后搅拌一下花盆里的土壤秋冬作物比如大陆妹呢，大家很常种，生长期也很短自行育苗的最大好处就是方便分批种植这样菜才有办法边采收边补苗。既然选择自己种，当然就尽量别出现断菜的可能尤其是现在的菜价算是很不便宜因为同时进行多种作物育苗，相同的事就尽量一起做效率会更好将花盆都移到水池旁，阴凉的短日照区后呢，才一起进行浇水不过现在想请教有没有高手当出现逆光时，要如何进行拍摄？或是事后调整影像的哪些属性才不会出现影像好像有一层雾霾的样子欢迎试教这后续只需要保持土壤湿度别干掉，很快就会出芽了。
最后顺道看一下蒜头的进度了。稻草不同摆向有差吗？若是基于土壤的保湿效果，会选择哪个方向呢？谢谢收看。